大家好，今天我很欢喜，在这个影片呢，我即将要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我们的福报留不住。其实我相信这个内心的疑惑，一定是有很多学佛多年的居士都有。你应该曾经想过，我为什么学了佛，我也修了很多法，我也拜了很多忏，我也念了很多咒语，念了很多佛号，但是我怎么还是感觉我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还是不太如意。换句话说呢，就会内心疑惑自问，我修那么多善行、善法、善业，是否真正有它的功德呢？今天请大家耐心的给自己一些时间，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影片看完呢，你就会找到福报漏尽的症结点。首先呢，我要和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在佛法当中的修学福德功德资粮呢，其实不是像我们一般世间人在赚钱，是有形的数字，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投注在里面，我换取的是有形的金钱啊。其实金钱呢，钱财在银行也不过是个数字而已，是吧？真正学佛的人，了解佛法，应该是不能够把这种修学佛法的功德福报资粮和我们现世的做一种比较实际的功利交换。我们应该破除的一个概念跟一个迷思是什么呢？我有修，我有做善行，我有帮助他人，我一定会得到这个回报。当有这一颗心念执着存在定锚下去的时候，其实你是边做边漏，边修福报就是边漏，就如那个渔网打水，相信各位知道一定是全部漏光嘛。不过我相信大家还是会非常尽心的努力的去修学佛法，尽可能呢以佛陀如法如理的知见来修正我们自己的行为跟心念跟意志。但是呢，在一个论点成唯识论当中就有说到，有我执故，恒与事或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呢在做任何佛法相关，不管是利他的善行像做一些慈善啊，帮助他人啊，弱势的群体，或者是自我在修法，或是自我在做一些定课修行修为的时候，如果呢这个执，这里提的我执呢，其实就是在佛法来讲的第七意识。第七意识呢，在佛教而言呢，它是属于染污识。染污呢，这里讲的就是四惑俱。这是哪四惑呢？就是我痴即是无明，我见即是我执，我慢即是骄慢，我贪即是我爱。这个就是四个惑，让我们呢虽然学了佛，我们的六识，就是六识是什么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呢会尽可能在身语意三门呢服顺佛陀给予我们的教法，尽量的去行善利他。但是呢，这当中呢罪魁祸首，终究会让我们的福报功德漏尽的，就是这个第七意识。如果你这个第七意识呢没有办法让它净化升华的话呢，那等于说你前六意识所做的这些殊胜的，不管是持咒念佛拜忏禅修，做种种利他的慈善事业，都是成为有漏的，没有办法成为无漏。因为当有这个四惑，我见我爱我执我慢升起的时候呢，
就会衍生8个大的烦恼。什么是8大烦恼呢？就是不信、懈怠、昏沉、掉举、散乱、放逸、思念、不正知。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个论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说，最终就这个漏洞的这个问题所在是在哪儿呢？不是说我们修法，佛菩萨不慈悲，不给我们庇佑跟加持，也不是说念这些经论没有他的功德，也不是说拜忏也没有他的殊胜，也不是说念佛号都是枉然。真正呢，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一颗心，这个心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与意的意，这个意门。这个意门呢，我们要如何让它能够服顺于佛法，让它不是顺着我们过去无明凡夫的习气所牵所扰，非常稀有难得，我们能够暇满人生，得到人的身体，还能够听闻到佛法，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应该是算是非常少数，而且呢算是非常珍贵的机遇。因此呢，在佛教来讲，还有在阿含经当中，佛陀也曾经说过，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必须要去断除的是有3气之过。如果你有学过《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宗喀巴大师所著，这当中呢也是非常强调这个修学佛法的人要断气3过。这个断气3过其实是出自于佛典的阿含经。这个3气，气就是一个器皿的意思。在我们佛法而言呢，佛法就如法水，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就是如法器。所以是否你们有听过说啊，这个人有善根啊，是个法器，就是个意思。就是这个法器呢，其实是来承载着佛陀清净的智慧，他的所有智慧的精华，形容就如水一样。那我们这个气之3过是哪3个气呢？第一个气就是我们不能成为一个负气。负气的意思就是，例如说今天我有一个杯子，我是把它的口呢是往下放的，所以它的杯口不朝上，那你当然不可能有机会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水灌注在里面啊。这个负气呢，虽然它里面是干净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放在里面，它虽然是空的杯子，但是我们是反方向的放，也没有办法注入。这个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一种骄慢啊。有些人学了佛很多啊，觉得啊很多都知道啦，听过啦，都是老生常谈啦。这种的现象不是说他没有机遇可以听闻佛法，而是他的心呢已经不入，就是法不入心了。他觉得已经可以啊，我这样子已经可以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个器皿，就是不入，就是负气。第二个呢是污气，污呢就是脏垢啊，这个杯子啊里面是脏的，之前可能放过一些东西很久了都没有洗啊，里面已经有一些臭味产生。那你这个杯子它不是干净的，虽然它的杯口是朝上，那我们听法就如法水注入这个杯子里，虽然是有放，但是呢它其实里面的之前的这些杂质啊不清净的已经融合了法水。这个不干净的杯子装干净的水，我们也不会喝，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污气。这种污气呢，通常是存在于自己的一些偏见啊，来听闻佛法，或是有自己的一个见解，没有完全的非常的敞开心胸，非常虚心的啊，是有带着一个我执跟我见的想法来领受佛法，这个就叫污气。那最后呢叫漏气。这个漏气呢，就是说它杯子是朝上，
它里面也是干净的，它并没有脏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是杯子底下有一个破裂的洞，小小的，那你的水一直注入进去，那是什么结果呢？它会慢慢会从底下渗出来，所以这就是漏气。很多人相信都很好要听闻佛法，也很想要去做很多这个善行，利益他人。但是听闻佛法了之后呢，没有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边听边漏，或是根本听完当下呢起身就忘了。相信很多人也有这个经验啊！我在法会里面，大殿大家一起共修，非常庄严肃穆，有佛菩萨，有法师们带领念诵经典、持咒、拜佛、念佛。哇，那时候的感受是非常的法喜充满。但是一结束之后呢，出了这个道场也好，出了这个佛寺也好，回到家里，看到一个不顺自己心意的，就开始嗔心大发，嗔火。佛教有一句话叫做火烧功德林嘛，这些功德很殊胜，就像那个森林的树木一样，要植一棵树啊，那是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呢，要毁掉这整个林子，只要一个小小的火星一燃，整个呢完全烧尽。所以我相信呢，大家应该不是负气，也不是污气，但是很有可能是肉气。可能在这种习气上面呢，我们常常会警醒自己，我一定要修忍辱，我不可以发脾气有时候也知道要忍，但是呢，内心那一股怒火一冲上脑门，那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嘴巴啦。嘴巴如果不够力，还可能会动手了那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这些呢，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常常反思、反省。我们在听法、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是个漏气呢？所以我们这个功德福报，不是说我们做的多与少多不多，而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守得住。如果自己的这个贪嗔痴慢疑种种就如这个火焰，你没办法用佛法的理论建立我们内心的信心去对治它的话呢，就如火烧功德林相信各位也有听过这个梁武帝的故事，对不对？达摩祖师和梁武帝有一个对话非常有名，因为梁武帝他非常信奉佛教，而且呢，他非常广大的去供养三宝，建寺安身，就是安顿这些僧人，让僧人好好的修行，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去做一些为佛法的事情，非常的多，数不尽。所以当梁武帝问了达摩祖师说，你看看我做了这么多为佛教对这个三宝的付出，我是不是功德很大呢？达摩祖师回答他一句，了无功德。为什么是了无功德呢？就是因为这个梁武帝他在做这些有形的这些功德善行的时候呢，他把它具象化，他把它变成是一种物质交换我做了很多，我就是非常有功德，我一定要得到这个回报。那达摩祖师呢，就破他这个见解，他的执着跟我慢我见，他就说你这样是没有功德的。为什么呢？因为梁武帝他所做的这些功德呢，就是我们佛教所说的叫有漏的善业。达摩祖师纠正他，就是告诉他，你做这些那么多，你看起来是做很多，护持佛教，供养三宝，这都是非常殊胜，但是呢，在我而言是了无功德为什么是了无功德？不是真正了无功德，而是他要破除他内心这种有漏执着的心念。所以
当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抱着一个有所求，要有相对应的报酬的心态。这种呢，就好像把佛法当做一个交易了。这么殊胜的佛法呢，我们怎么能够把它这么世俗化了哈？我相信这样子呢是非常可惜的哦。所以我们要如何来把我们这个漏掉的福报接住呢？首先我们要自己内心下功夫。首先我们不能够做一个负气，就是不信。不信就是不信三宝，没有全然的信受，不听不接受，也不能做一个晦气。晦气就是污气一样的道理，夹杂着我们凡夫的贪嗔痴慢疑，我见我爱我执我慢等等来修行，来做这一切殊胜的功德善业。也不能够呢当一个漏气。漏气就是边修边漏，有一句俗话叫做从右耳听就从左耳就出了。这不是代表说我们没有听，而是没有真正流入我们内心的心绪等流。什么叫心绪呢？刚刚提到我们的前六识，我们已经知道学了佛之后，我们要去除所有这些不善行不善业，那我们肯定是不会去造这些佛陀所说的身三与四意三的种种的10个恶业。但是呢，你这个在做善行的时候，你是否升起了一个嫉妒、比较、骄慢的心，甚至会一种有所求的心，就着相的，这就落入了着相。讲到这个有所求或是比较的心，这个呢，就是相对应很多人在做善事的时候，古来说要积阴德，积阴德嘛。为什么是阴德而不是阳德呢？阴的意思就是不被人知道，而且自己是默默的在做，非常清净的心在做，不是张扬的做不是说我今天供养了三宝多少我就是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人家知道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我就想尽办法要让很多人知道我是多么的护持三宝。当这个心念着了这个相就是什么相呢？我做了很多，这其实都已经涵盖了这论点讲的以我执而生起的4个惑业，这就是我见我慢我爱我痴这个4个。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人都是要在做这6度万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在这做这些布施也好，在精进在修法也好，打坐禅修定心也好，研读经典提升我们的般若智慧也好，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智慧般若为首为导去做，否则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是以我的凡夫心来做。其实这种属于落入世俗造作的心态来修学佛法，来修学功德资粮福德呢，这是会有些缺失的。因此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就修学佛法人就如法器嘛，能够承载的亲近佛陀的智慧慈悲的这个法器。那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器皿呢，是要变得非常的干净纯净，没有任何的自我的见解，这样子的心态来修学佛法，边听边自己修正，不是听归听，真正做呢又是一回事。听了法是听了，只是过了自己的耳识，有短暂的入了心识，但是在最后呢，第7意识呢又被这个染污识这个我执这个我爱执又把它削弱了它的力量。就是佛教有讲第8识，就是我们讲的障识，所有我们做的身语意好的不好的
都好像归档在那里，就好像是一个大的仓库储藏室，把你所做，你此生所做的，你由身口意三门所做的这些行为意念，都全部放入了这个八识田。所以你这个八识田的种子，它是善恶参差不齐的。我们要如何去污存精？我们不可以把这个这么殊胜，我们已经升起了这个清净的这个种事我们学了佛，我们就想要做菩萨，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呢？想要利他的心，利他成佛的心。这么殊胜的种子，这个种事我们千万不可以被我们的染污事给染污了。因为只要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你透由这六识所做的所有的这些身语意业，都最后会归入这个第八意识八识田当中。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好像学了佛学那么久，感觉都没有得到什么感应我念佛持咒非常精进每天都不断为什么好像感觉不到有那个力量？这个问题就是出在于我们的所谓的清净的意识没有让它再更淬炼，还是跟我们的第七意识的凡夫的意识的执着去糅合，就是参差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时候很顺，有时候就很多逆境有时候就会有一些障碍我们的事情。如果这些障碍太大的话呢，有些人就甚至失去了信心，对佛法对三宝的信心了。那当然你前面所做的这么多殊胜累积的福德福业，是不是完全就全部漏光了呢？所以我们要来把这个补漏呢，有三个机制。首先就先去除我执，我执就是所讲的四个惑业。再来呢，要破除这个有漏至无漏，有相至无相。真正我们要做要升华的是要达到三轮体空，就是没有我这个人，我在帮你，你这个对方，还有这个所帮的这个物质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佛法在说这是比较超越的，就是三轮体空。这有三个角色，我、对方跟这个什么物品或者说你修的法也好，你持的佛号也好，你持的咒也好，没有我这个人在持这个咒念这个经我要回向给谁就会很执着于这些从自己这里的对境到对方。那你这样子的一个执着的心念呢，它还是在一种有漏的状态之下，没有办法到达无住无相。所以我们《金刚经》不是说吗？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为什么都是说无，就是要破除我们学佛的人，你要真正学习佛菩萨精神，就是要无我，没有我这个人在做，也没有对方接受，也没有所做的这些物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最重要还有我们的随眠烦恼的习气。这习气有什么呢？就是例如说自己的懈怠懒惰，还有会斤斤计较也好，会发脾气也好，会嫉妒他人也好，不随喜他人的善意也好，这也都是所谓的这个我执衍生下来的各个不同的烦恼。所以我们都要去应对对治它，就要靠我们佛法去对治。例如我慢我执要怎么对应它呢？就是要用谦卑的心像《法华经》其中有一品是常不轻菩萨品。这个常不轻菩萨品其实是在诉说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他是一个比丘，他只要见到任何一个人，他都会非常的恭敬就会合掌说
我不敢轻视你，因为你们都有本具如来的佛性，你们未来都会成佛。所以他看到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恭敬，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众生。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也应该要学习这常不轻菩萨的精神，对每个人都要非常的恭敬、礼敬、尊重，不要带着一种非常骄慢的心认为我学佛学很久了，我懂了很多了，我知道的已经很多了就会有这种心态。那我们应该破除这个慢心。那再来呢，喜欢生气嗔恼我们就要用慈悲去对待，因为我们学佛的人本就应该要站在一个比较是会同理他人，站在别人的立场去为他人着想，这样的心，一种比较善意、关心、慈悲的心来对待，那我们就不容易升起嗔恚，那当然就不至于会有火烧功德林还有呢，最后呢，我们也要必须去破除的，还有就是喜欢比较、嫉妒。我们要怎么修这个心呢？就是要用佛法说的随喜他人的功德随喜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修学法门。为什么呢？你当别人在做这些好事修法啦，这些种种殊胜的，我们所说的修学佛法的人该做的，或者甚至布施供养我们不应该说自己没有能力做，看到别人做很多，内心就升起了嫉妒、比较的心。你应该把这个心念转化，我们要随喜我虽然没有办法做，但是我看到某人这么做，我太随喜你了。当你这一念随喜的心升起的时候，纵使你没有自己真正去做这些布施供养，但是呢，你因为一念随喜他人做，其实你也有得到这个随喜功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练习。那我今天呢，在这个部分呢，让大家清楚了解到，我们修学佛法的人，不要常常呢，就是有一种执着这种有相的一种心态去修学佛法，去做善事也好，去修法，去做自己实修的这些法门，我们都是借由这些外境呢来淬炼我们内心，把我们的凡夫的习气见解要慢慢去退除这样子才是真正我们应该要去做的这也是我们学佛人应该要去着重的部分。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够做一个没有漏洞的法器，也不是覆盖的法器，也不是一个染污污浊的法器把这些所有的断期三过都能够好好的修，我相信我们一定在修学佛法上呢，就会有很多的顺缘具足，违缘也能去除。相信呢，这也是我们在佛法上面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所有我们所修的这些福德资粮就如这个一个小水滴呢，滴入佛法的功德大海，永远不会干枯。这就是要修到这种无相无住无漏。那今天呢，我在这呢和各位分享这些，希望呢能够带给你在修学佛法上面呢有更大的一个顺缘。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以及你的朋友有更多的帮助的话，也请你用你的手指头轻轻的点下去分享给你们的同修们，或许你这样的一个转发能让他心开意解，让他在修学佛法上呢建立更多的信心，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法布施那也希望各位呢在各个社群媒体，不管是 Facebook、Line、WhatsApp， 你们都可以去做分享，越分享你这个福报倍倍增长希望大家呢这个善业互相震荡让我们在这个网络的世界呢也能够植入我们这一点点的这个善业力，让这个整个共业呢能有善业更多来加注进去。
那我们的这个功德大海就永远不会干枯啊。那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了我们每周更新的各个修心实修的影片。那也最后呢，祝福大家在修学佛法上一切吉祥如意，顺缘具足，违缘去除。阿弥陀佛。